各位朋友，大家好呀！又是一周过去了，今天是周六，我很早就醒了。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在学术圈的一些事。最近网络上传的比较多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核能物理专业出现了学术纣王和妲己的丑闻。我已经给大家录了屏，我们先看看录屏，大概了解一下什么情况，让广大网友们看看学术圈裤裆里的那些事情，我们再来说道。总结来说呢，丑闻有3个主角，一个是白发商城的老教授，核能物理组的一把手，是个院士，暂且称为男1号；一个是核能物理组的4把手，曹良志，1978年出生，是个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度百科中也能查到这个人，暂且我们称为男2号。女1号呢，是一个从学音乐转行学核能物理的人。从照片和视频上看，颜值非常的在线。女1号代表硕士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正常来说呢，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的学生都是品行端正、学术突出中的佼佼者。但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女1号并不属于这一类，而是靠着裤裆里和嘴巴上的那些事儿，拿到了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所以被人戏称为学术妲己。此外呢，女1号还没有转行核能物理之前呢，在西安音乐学院学音乐的时候，就和教唱歌的老师在电梯里抱着嘴啃，还被人撞见了。可见女1号已经是个老手了。录屏中的男2号不知道是被女1号主动勾引了呢，还是说主动勾引了女1号。反正呢，男2号和女1号出差都是住在一起的。研究生1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就见家长了。那么网友可能会有个疑问，他们是真爱吗？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要引入男1号了。录屏中可以看到，女1号和男1号
抱着啃的视频，这就很好解释了到底是不是真爱。如果是真爱，按照正常男女恋爱的关系，男方怎么可能主动戴绿帽子呢？看到这些，让我想起了2000年前的吕不韦，为了在秦国的政治抱负，将自己的女人赵姬送给秦王，赵姬生下了秦始皇的故事。相类似的故事又在西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上演了。抛开丑闻不说，三位主角如果之间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还真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游戏。女一号通过美貌和身体成功上位，相信以后她会用同样的方式上到更高的位置。男二号呢，人到中年，在女一号身上唤起了自己青春时候的回忆。男人啊，至始都是少年，这句话在男一号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我曾经也是硕士，在学术圈混过几年。我来自农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也没有保送机会。我是凭实力通过考试考上了硕士。上硕士之前，对硕士和学术圈还是充满期望的，自以为上一个硕士就是文化人了。慢慢的经历了些事之后呢，殊不知学术圈这个圈子啊，就是一个小社会啊。套用一句名人的话，那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我刚开始其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硕士叫自己的导师为老板，而不是老师。虽然有些导师会给学生每个月发一些补贴，我研究生1年级的时候每月会给我200块钱，研究生2年级的时候每月会给个500块钱。但我一直不习惯这个叫法，因为在中国的学术圈，学生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发表的时候，第一作者挂的都是导师的名字，第二作者才是自己的名字。发点补贴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报。也许我被国内的电视剧洗脑太多了，我认为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纯粹的，而不是上下级关系。那导师给学生发的钱是来自于哪里呢？一般有能力的导师会申请国家科学自然基金项目，比如说我的导师曾经拿到一个80万的项目，作价立马从原来的山塔纳变成了途观。没有什么学术能力的导师就需要去社会上给企业做项目。那么怎么拿项目呢？他们往往只招收女研究生。上研究生大家都知道，除了考试之外还需要面试，这些导师就专门从面试中挑选面容姣好的女研究生进行录取。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拿项目其实也是吃吃喝喝，学术圈也是不例外的。这些女研究生就派上了用场了，那就是去陪酒。陪完酒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懂的应该都懂，但其实也是看女研究生自己的定性。曾经在我帮级里面有一个女研究生，长得挺不错的，喝完酒之后被要求送导师去酒店。这个导师在上海已经成家了，这个时候以喝醉酒为名要求送酒店，大概成年人都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女研究生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打电话给男朋友过来接她回去。好巧不巧，她男朋友也是她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个故事也是她男朋友说的。后来第二天，女研究生男朋友就找到女研究生导师，差点打起来。女研究生男朋友也挺硬气的，因为他的导师是长江学者，这个名号在中国学术圈享有很高的荣誉，基本上是在国外顶级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女研究生导师被这事情一闹之后呢，后面也就消停了。我估计啊，也是给这位女研究生男朋友导师的一点面子。如果不是长江学者，我觉得这件事情后续还可能会发生。我的导师呢，在我入学的时候就和我说，不要学生气，要做个社会人。刚入学的时候还不理解，现在我慢慢的理解了。其实呀，我那个时候也不可能理解，天天在学校读书，为了应试教育，3点一线的根本没有可能去接触社会，更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社会人。要说起我的导师，他其实还是比较学术的。虽然我的研究生生活过得很痛苦，他经常逼着我们写论文。现在大家都说996，我感觉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都是997。我现在能坚持周末写点东西，学有用的东西，还是被他影响的。说起来还是要感谢他。我其实也是文科的脑子，但是在研究生期间，由于被我导师影响，慢慢的也变成了理科思维。可以说我现在能从事的这份工作，还真是研究生期间看论文、
写论文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某种程度上看，我的人生路径被学术生涯所改变了。但不好的方面呢，我导师打破了我对一个学者的传统印象。我所认为的学者一定是儒雅的、翩翩风度的白面书生，但是我的导师抽烟喝酒样样精通，长得也是黑黑的，完全颠覆了我的印象，导致我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期间也学会了抽烟。因为毕业论文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被导师骂得太压抑了，我那个时候可能应该已经抑郁了。我的导师入学的时候说过一句经典名言，要把男人当牲口用，把女人当男人用。入学的时候听听以为是句玩笑话，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很照顾他的女学生，即使论文写得不好，甚至可以让我帮他的女学生写。所以有天晚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包烟，在学校宿舍大门口一口气抽了8根烟，抽完之后继续回去实验室写论文。我还是挺感谢这8根烟呢，没有让我有跳下去的冲动。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导师不太同意我去实习，我眼看着其他同学都去实习了，我心里着急呀，毕竟我也不读博士，有个体面的实习经验，对以后找工作也很有用处。我的导师就是不同意，因为要帮导师写论文，以至于后来我参加的第一次面试拿到的 offer 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去寻找其他更好的工作，这一点我还是很记恨他的。我的同班同学中有进入支付宝的，因为那个时候支付宝刚刚兴起，现在个个混得都不错，也许我当时有时间也是可以拿到更好的 offer 的。我并不比他们差呀，我是拿到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就去读研究生，其实真的是要慎重。读书只不过延长了进入社会工作的时间，暂时麻痹了自己，几年之后还是要面对。学术圈又那么脏，如果我的话宁愿去学门技术。这还不像以前，现在读硕士并不能学到很多有用的技能，可以养活自己的技能，甚至可能毁掉自己的一生。教育是什么？教育不仅是学会各种科目，为了将来谋生，也不是让统治阶级塑造你的思考方式。教育真的目的是培养你的智慧，允许你自由的思想。教育就是为了让你知道谁在胡说八道，教育就是让你没有恐惧，帮自己了解广大生命所有精微面，能更好的去生活。好吧，往事不堪回首，今天就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聊一聊学术圈的一些丑事，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